这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了法国巴黎市区10个必玩景点加美食，有必拍的埃菲尔铁塔，夜晚点灯有够漂亮，超巨大的凯旋门，爬到顶端可以俯瞰星状大道，到全球最多人博物馆罗浮宫看传说中的蒙娜丽莎，电影全面启动的拍摄场景，一定要来吃这家法餐，主厨是热情的台湾人，还有最顶的烤布雷。想知道法国巴黎怎么吃怎么玩，交通怎么搭，10天7夜要花多少钱，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嗨，大家好，我是李欧。继上一次的澳门之旅，这一次我来到浪漫之都巴黎。那接下来的10天巴黎自由行，我们扣掉长途飞机，大概有7天半的时间可以探索。那我预计安排5天在巴黎市区逛街，还有吃很多好吃的美食。那1天半的时间，我们会去郊区的圣米歇尔山跟凡尔赛宫。最后1天留给巴黎迪士尼。赶快跟我一起看看巴黎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 巴黎是法国的首都与最大城，也是世界著名的一线城市，以丰富的文化、艺术气息和浪漫氛围闻名，有浪漫之都的美称，有埃菲尔铁塔、罗浮宫、凯旋门、圣米歇尔山等等知名景点。这次来回搭乘国泰航空，累积了好久的里程，换了人生第1张长程商务舱，在香港转机来个美食半日游，玩完还能去国泰超赞的玉衡堂贵宾室吃美食、洗热水澡。14小时的飞行能够躺着飞，真的舒服很多。有羽绒被跟枕头，比上次去纽西兰睡露营车还好睡。飞到巴黎早上8点，能更有体力的开始旅程。商务舱餐点比经济舱精致一些，龙虾汤泡饭好吃。网络预选餐限定的鲍鱼花菇普通，不过回程里程只够换经济舱。机票总共花了亚万里程11万1000里加税金13092。如果有很多人留言想看，我再考虑另外拍一集商务舱跟经济舱的 PK 比较。抵达巴黎机场，顺着 RERB 的指标走，建议大家可以买Navigo 周票，各大地铁站跟机场都有卖。搭 RER 到市区大概只要30分钟，非常方便。经过14个小时的飞行，现在我们已经到我们身后这间猫头鹰旅馆啦。我们要来寄放行李。那原本第1天我是安排要去巴黎铁塔跟凯旋门，那因为出了一点小意外，我们那个罗浮宫的日期买错了，而且不可以取消。所以变成我们现在要马上赶去罗浮宫、凯旋门跟埃菲尔铁塔，我们就改成第2天再去。第一个法国景点是罗浮宫。罗浮宫是世界上最多人参观的博物馆，有高达38万件的馆藏哦。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看到3个镇馆之宝：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还有达文西的蒙娜丽莎，跟米洛的维纳斯。现在我们要先进入博物馆，那它有2个入口，第一个就是这一个超大金字塔。那如果我们选择在这里的话，这边要排超多人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地铁站那一边，所以我们去另外一个看看会不会比较快。现在要从这一个地方安检进去，这里人就少了很多。我们从地铁站这个入口进入，完全不用排队，非常快就进来了。进到罗浮宫内，可以感受到玻璃金字塔让自然光洒进来，所以采光很棒。我们要先来拿导览地图。我们的目标：胜利女神、蒙娜丽莎，还有米洛的维纳斯。3个镇馆之宝距离蛮近的，所以我们选择从德农馆第1层楼开始。现在我们找到第1个镇馆之宝——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像。它是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雕塑，被视为古希腊雕塑的杰作。1863年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缺少手臂跟头部，但依旧是动感与力量感兼具。女神的裙子被强劲的海风吹拂的样子栩栩如生。现在我看到 Lisa 本人了，她超小一个，而且很远。如果说要从正面拍的话，这边超多人拍。我们从斜的这边是离她最近的。Lisa 的人气真的是太厉害了。传说中有一个意大利人认为蒙娜丽莎是属于意大利的，所以就把它偷走。那从此之后呢，所有游客都要离它3公尺远，而且前面还要再用防弹玻璃挡着。最后一个镇馆之宝米洛的维纳斯，它的特色是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都符合人体的黄金比例，被视为是女性美的象征。罗浮宫不只是艺术的最高殿堂，其实也有超过800年的历史。最早建于12世纪末，当时是法王菲利2世的防御城堡。16世纪被改造成华丽的皇家宫殿，并且开始收藏各种艺术珍品。17世纪路易14前往凡尔赛宫之后，这里就逐渐转变为艺术收藏品的聚集地。法国大革命期间，罗浮宫正式向公众开放，成为属于全民的博物馆。要怎么前往罗浮宫呢？
可以搭巴黎地铁1号或7号线到罗浮宫站，记得从地铁直达的地下商场入口进入罗浮宫，比金字塔前的入口快很多。我们逛完罗浮宫，现在要来吃这间安杰丽娜的甜点店，但是因为这里排队的人潮非常夸张，所以我们决定外带，然后去隔壁的杜乐丽花园吃。这是我们买的这间100年老店，听说它是发明蒙布朗的一间店哦。我们点了一颗蒙布朗，长条的那种闪电泡芙，然后还买了一颗马卡龙。我们现在拿去杜乐丽花园来享用我们的下午茶啦。这是最后一口了，太好吃了，吃到最后一口才想到要录。它是芒果口味的，非常的有层次。下面是松软的泡芙，然后上面搭配着鲜奶油跟芒果，哇！而且它完全不会很死甜。现在来吃玫瑰口味的马卡龙。它的外面是很脆，然后里面是很软的，中间的那个馅料吃着它有玫瑰香味，哇！蒙布朗啊，上面有这个栗子泥的这种起司，吃进去是很绵密，搭配它中间的鲜奶油，它底下是另外一种这种脆饼干，所以它吃起来是很有层次。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吃了2个甜点了，吃到这个就觉得已经有一点太甜腻了，或是蒙布朗本来就比较偏甜，也有可能。总之，我觉得3个里面，它的招牌蒙布朗反而是我觉得最还好，虽然也不错吃，但是那个闪电泡芙跟马卡龙我觉得更赞。要怎么前往安杰丽娜巴黎里沃利本店呢？可以逛完罗浮宫走过来只要10分钟，或搭巴黎地铁1号线到杜乐丽站，步行2分钟就可以抵达。下一个法国巴黎景点是杜乐丽花园。那杜乐丽花园是巴黎最大的一个花园，它也是典型的法式花园。它讲究的是对称与线条美，有笔直的林荫大道，修剪整齐的树墙，搭配古典雕塑，每一步都像走进一幅画。杜乐丽花园的位置极佳，就在巴黎的正中央。像它的东边那边是我们刚刚逛的罗浮宫，然后在南边呢，只要过个河过去就是奥赛美术馆。那西边则是有协和广场，还有香榭丽舍大道。整个公园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非常放松，很惬意。到处都有人躺在旁边，这里有这种绿色的躺椅。杜乐丽花园不只是观光景点，它更是巴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人在这里阅读，有人在谈恋爱，更多人只是单纯的享受阳光与微风。要怎么前往杜乐丽花园呢？逛完罗浮宫，走过卡鲁塞尔凯旋门就能抵达杜乐丽花园。要去花园喷水池，可以搭巴黎地铁1号、8号、12号线到协和广场站就能抵达。下一个法国巴黎景点是巴黎皇家宫殿。巴黎皇家宫殿是没有太多游客的免费观光景点。它的中央广场这里有各种高高低低的圆柱，然后是黑白条纹的，为这个历史悠久的环境增添了现代气息。它特别的装置艺术让这里成为时尚的拍照地点。那旁边这里的巴黎皇家宫殿回廊也很漂亮，果然回廊就是要来欧洲看才是最美的。巴黎皇家宫殿建于17世纪，原本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私人豪宅，那后来送给法国国王，就成了路易14的童年家。那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前一天，群众就是聚集在巴黎皇家宫殿花园的咖啡馆中起义的，直接引爆了攻打巴士底监狱的行动，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地方。那巴黎皇家宫殿也是艾蜜莉在巴黎跟一些电影常见的场景哦。要怎么前往巴黎皇家宫殿呢？巴黎皇家宫殿就在罗浮宫旁边，所以一样是搭巴黎地铁1号或7号线到罗浮宫站就能抵达。晚餐我们来吃巴黎皇家宫殿附近的意大利餐厅 Ensa Famiglia。我们今天坐的是户外的座位，来欧洲就是要在路边吃。我们点了培根蛋黄意大利面跟玛格丽特披萨。哇，它的披萨好大一个！哇，哇，整个撕烂嘞，都没帮我切。我觉得算是蛮道地的意式披萨，上面就是没有特别多什么料，很单纯的披萨的味道，就是起司啊、番茄，然后还有边边烤的脆脆焦焦的饼皮。它是属于比较没有特别调味，所以我要来大加特加起司粉哦。来吃吃看它的意大利面哦，哎，真的，它的这个面条的粗度真的好像锅烧意面哦。跟我们平常在台湾吃到的意大利面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它这个脆培根很咸，
但是脆脆的很有口感。正统的意式做法不使用台湾培根，而是风干的猪夹肉哦。那怎么前往 Ansa Famiglia 呢？逛完巴黎皇家宫殿，出来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抵达。今天我们要入住的是这间猫头鹰旅馆，它离捷运站只有6到7分钟的距离，步行是很快的，很温馨的一个小饭店。猫头鹰旅馆它的房间算是很干净很新，空间没有到很大，就是小小的一般的，但就蛮温馨的，而且看起来非常干净。看出去呢还有大面的采光，所以洒进来就有一种很舒适、很温馨的感觉。走道的部分也很大，所以我们大的行李箱29寸的也都可以完全展开。那浴室的话，当当也是很新很干净。备品的话是使用欧舒丹的哦。我觉得这一间饭店比我想象的还要再干净，而且它有一个加分项，它居然有冷气。以欧洲来说，有冷气的饭店算是蛮稀有、比较加分的。要怎么前往猫头鹰饭店呢？可以搭巴黎地铁12号线到国民公会站，步行6分钟就可以抵达。大家早安，现在是我们在巴黎的第2天，我们现在要走路，然后去搭公车前往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大家看路边随便一条街道就很漂亮，我们就在这边沙底片拍了10分钟。下一个法国巴黎景点是埃菲尔铁塔。埃菲尔铁塔呢，它是巴黎的地标，而且高达300公尺，非常高。在1930年之前，还曾经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建立于西元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那当时呢，是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的100周年而建立的。不过当时就曾经被一些艺术家还有市民批评为丑陋的钢铁怪物，甚至要求要提早拆除它。那后来就因为越来越受大家喜爱，所以就被保留下来，到现在甚至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哦。现在我们要在埃菲尔铁塔的周边散散步，拍拍各种不同角度的埃菲尔铁塔。那我们现在呢，先到这个罗维亚花店这里。这边可以看到埃菲尔铁塔夹在2排建筑物的中间，所以看过去呢就非常漂亮。这边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拍照机位。我们一早过来，这边已经有非常多人，而且刚刚还有很多人在拍婚纱。接下来可以到铁塔正前方的战神广场，这里有一大片草坪，很多人会在这边野餐，也很适合拍照。那我们现在从耶拿桥走过来塞纳河对岸这里。那从这边呢拍过去就可以拍到塞纳河、耶拿桥，还有埃菲尔铁塔同框的画面。那现在我们来到了下一个埃菲尔铁塔的机位，我们从那个塞纳河畔再一直往夏乐宫走，我们会走到比较一个高处的地方。那从这里往下拍埃菲尔铁塔，就是有一个比较平视的视角。就不会像我们站在战神广场那么近，只能用仰拍的方式，在这边就可以平平的拍过去，而且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高处的地方拍哦。大家也别忘了在晚上过来看看埃菲尔铁塔，日落后每个整点都会有夜间灯光秀，真的非常浪漫。在巴黎我就看了2次点灯，夏乐宫是我觉得最好拍的巴黎铁塔机位，真的超级漂亮。要怎么前往埃菲尔铁塔呢？可以搭巴黎地铁6号线到比尔哈凯姆站或夏乐宫站，步行10到15分钟就可以抵达。下一个法国巴黎景点是比尔哈凯姆桥。比尔哈凯姆桥是我超爱的电影《全面启动》的取景地。它分成上下2层，上层呢是地铁的通道，那下层的中间是人行道，那在2侧呢则是车道。比尔哈凯姆桥的钢铁拱形支架很有工业感，支柱排列也很整齐，桥的2端还有很多雕饰柱，难怪会被洛南导演选中，成为里奥纳多他在《全面启动》这部电影之中的梦境场景。要怎么前往比尔哈凯姆桥呢？可以搭巴黎地铁6号线到比尔哈凯姆站或帕西站就能抵达。这2站中间会通过比尔哈凯姆桥的高架路段，
可以在地铁上拍到埃菲尔铁塔哦。来吃午餐，今天我们吃的是这间 Le Coco， 这一间的主厨是台湾人。嗨，我们今天一样是坐在户外的座位区，这里超 chill， 很舒服。今天我们点的是一个猪蹄马铃薯，还有一个墨鱼炖饭。那法国的话都会送这个小面包。那最后甜点我们是吃烤布雷。我现在要来吃那个台湾主厨推荐的他们的招牌菜墨鱼炖饭，然后上面有很多鱿鱼。他说这个墨鱼炖饭是米型的意大利面哦，来吃吃看啊。它这个炖饭超好吃的，它不是一般传统的那种炖饭的米心哦，它真的吃起来就像意大利面一样，有一种 QQ 的口感，而且搭上它上面的那个海鲜，还有一点微辣的腊肠，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墨鱼意大利面，超赞。现在来吃主厨推荐的这个面包，他说不是所有法国面包都很硬，我来试试看到底有多好吃。很硬，超硬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拍片拍太久，它这个原本温热现烤的，会不会比较软？这我不确定，但超硬。现在来吃他们的法式烤布雷，怎么样？超好吃，真假？超级好吃，大家来一定要吃。这个烤布雷我从来没吃过那种入口即化，整个超绵密，跟台湾吃到的完全不一样哦。我还想说，这一个烤布雷这么大一盘，会不会太大？超好吃，这个来2盘我都吃得完，真的哦，而且它不会很死甜哦。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好吃了。它吃起来有一种，很像鲜奶油的那种滑顺感，超赞！大家来这边一定要点这个烤布雷，超好吃。要怎么前往这间台湾人主厨餐厅呢？可以逛完埃菲尔铁塔，从战神广场走过来，或搭巴黎地铁8号线到军校站，步行9分钟也可以抵达。下一个法国巴黎的景点是凯旋门。凯旋门是为了纪念拿破仑在奥斯特里兹战役中获胜而兴建的，这象征法国军队还有帝国荣耀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法国著名的地标。凯旋门周围有12条放射状的大道，这种星状道路设计也让广场得名星形广场。那其中最著名的是可以直通罗浮宫的香榭丽舍大道。我原本以为凯旋门小小一个，没想到超级无敌巨大，所以要站在这个圆环外围这里比较好跟它整个合照到。如果我们要登上去的话，等一下我们要走地下道通道中间，大家千万不要直接穿越马路哦，这样很危险。我们现在要从这一条地下道走过去凯旋门，如果没有先买票的话，就要在这边排一大堆。那我们就是直接在 Klook 或 KKday 上面买，就不用排队了。凯旋门拱门内外刻有600多位法国将领以及战役的名字，还有象征着出征、胜利、抵抗、和平的4面大型雕塑。现在我已经进来凯旋门的入口了，安检速度蛮快的，主要是看一下你有没有带一些违禁品啊，或者是危险的东西。现在我要进入无限循环，要走这个旋转螺旋梯。200多阶，终于走出来了！哇，蓝天白云，天哪，360度的，太美了！大家如果有来巴黎，一定要来凯旋门，因为上面的视野超赞，可以直接俯瞰整个巴黎市区。那边埃菲尔铁塔，下面香榭丽舍大道，远方我们明天要去的圣心堂，这边全部一览无遗，超漂亮的。那这边也可以用3欧买1张凯旋门0欧的纪念钞票。那这边也有一些纪念品，大家有数清楚有几阶吗？要怎么前往凯旋门呢？可以搭巴黎地铁1号、2号、6号线到戴高乐星形广场站就能抵达。记得不要穿越马路，要使用地下通道哦。下一个法国巴黎景点是香榭丽舍大道。
香榭丽舍大道号称巴黎最美大道，全长2公里长的林荫大道，从凯旋门这里一直延伸到协和广场，然后远方那里那个圆球就是昨天我们去的杜乐丽花园那个奥运圣火。这条香榭丽舍大道不止在国庆日还有新年跨年倒数的时候会聚集满人潮在这边办活动，它同时也是一条购物逛街大道，两旁聚集了很多高档餐厅，还有各大精品，甚至跟美国的第5大道还有东京的银座并称为世界3大逛街大道哦。要怎么前往香榭丽舍大道呢？可以看完凯旋门直接走过来，或搭巴黎地铁1号线，从戴高乐新型广场站到协和广场站，这5站都在香榭丽舍大道上。刚刚我们香榭丽舍大道逛完，下午大概3点多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我们还有一点时差，所以我们就先回我们的饭店睡个午觉，然后休息了大概3个小时吧。因为我们饭店也刚好这在那个地铁站附近，走路5、6分钟而已，所以我们就回去补眠。现在呢，晚上快7点了哦，天还非常亮，我们要出来继续吃晚餐。那我们今天要去吃的是一间100年的老店。现在到了我们今天的晚餐，这间有100年历史的咖啡馆。太阳葱汤里面有非常多的料，超多的，味道很浓郁，而且那个面包泡软之后更好入口，加上还有一点点硬硬的脆边，所以吃起来是有2个层次的，好喝。我们的菜都上来了，今天我点的是一个5分熟的牛排，还有一大堆的薯条，先来吃吃看它旁边的薯条，细脆薯好吃哎。我觉得这个牛排我点的是5分熟，但是它吃起来算是有一点点偏干柴。这个熟度在台湾的话，大概是算差不多有6、7分熟。建议大家点3分熟，应该会更好吃。好，现在来吃吃看它的鸭胸。鸭胸吃起来是比较好入口，那我觉得以鸭胸来说，它应该是属于比较中间。偏上一点点，吃下来的话，我觉得目前最好吃的是洋葱浓汤，那洋葱浓汤好喝。那这2个主菜的话，相较起来的话，就是比较偏一般般这样。不过他们服务人员的态度都还蛮不错，而且整个餐厅是营造的很漂亮，还有这个天井这样子，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来吃吃看，感受一下法餐的气氛。今天最后一道甜点烤布雷，来挖看看。究竟有没有办法比中午那间台湾人主厨的餐厅好吃呢？也还蛮好吃的。它的烤布雷也是一样，质地是很绵滑，而且吃进去就直接化在嘴巴里。但是它下面没有像上一间一样用满了香草，但滑顺的口感真的还是好好吃。我觉得法国的烤布雷都比台湾的好吃很多哎，不是像台湾那种很像布丁果冻的感觉。这个烤布雷8.2欧，中午的烤布雷12欧，所以 CP 值来说的话，这个比较高一点。这间餐厅就是气氛好，然后 CP 值也蛮高的。大家如果来到法国，想要吃有气氛的餐厅，而且又不想要花太多钱的话，这间餐厅真的蛮适合的哦。要怎么前往100年咖啡馆呢？可以搭巴黎地铁8号线到 Commerce 站，或10号线埃米尔佐拉大道站就可以抵达。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法国巴黎前2天的巴黎攻略。我们去了很多景点跟好吃的餐厅。那下一集呢，我们要前往蒙马特的圣心堂，还有巴黎圣母院，再去吃我期待很久的蓝色列车那间餐厅。我们下一集再见喽，拜拜。